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基。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雷倩。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论好，各位朋友好。好，我们讲到了高市早苗，其实大家还是持续的在关注他到底有没有撤回他的涉台言论。但是很多人认为高市早苗现在除了心口不一之外，其实在动作上面还有他说的话也是蛮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到其实最新他是有特别讲到跟中国之间要持续的坦诚来对话。他说因为中日之间一些问题所以必须要来进行讨论。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中国との、関係ですけれども、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我が国としては中国と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については、常にオープンでございます。扉を出す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おりません。好，他说没有关闭大门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坦诚对话。好，但是在谈台湾有事这件事情他又讲说要从各层面对中国耐心的说明。那对于他之前说的这个存亡危机事态的答辩他还是再度的阐明自己说不会改变日本政府既有的立场，而且会从各个层面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持续的耐心进行说明。好，那现在这个涉台言论他到底有没有做出反省现在在国会答辩当中，他有提到对引起中国反弹的涉台言论有做反省，那也明示有关谈话超出了日本政府的标准答案。但很多人说真的有吗？好，因为我们来看他的动作，现在日本动作频频，他们希望要在冲绳部署雷达部队。好，这是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将在北大东岛来部署航空自卫队的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部队。好，要强化的就是经由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进入太平洋的解放军舰还有军机的监视能力。好，因为日本防卫省认为说这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存在着警戒监视的空白，那最近解放军的活动又相当频繁，所以是有必要强化情报的收集能力。好，但问题就在日本现在还推动了大幅的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好，这件事情就让中国大陆的军媒有感受到怪怪的好，我们先看到就是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达成一致，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用指南，也就是要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而且要在明年2月向内阁提交相关的动议。好，这引发了中国大陆这边解放军报特别来做报道，说日本的行径严重的背离了他们的和平宪法，而且也严重破坏的是战后国际秩序，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那日本向全球大规模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大门已经彻底被日本他们自己给推开了。好，那日媒这边则也爆料说其实中国外交部从11月以来用外交的动作频频在出招。好，我们看到是积极的召见了驻中国的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协成员的大使。也为什么呢？因为要求他们批判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而且在德国跟法国等大使跟中国大陆外交部会面，也曾经收到了类似的要求。好，所以可以看到知情人士说这将会是一场国际宣传战，那也就迫使每个国家都要采取行动支持其中一方。好，那中国大陆当然是想把日本形成一个孤鸟的感觉啦。好，那对岩崎茂之前我们讨论到的也采取反制，那现在中国大陆国台办特别讲说日方不要低估中国大陆的决心。好，再次的喊话，而且是用警告的意味。好，那高市早苗这边怎么看呢？可能还是寄望美国吧，因为高市早苗再次的说透过川普访日跟电话会谈，已经建立了一个通话信赖的关系，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跟川普再次的会晤。好，所以有人认为说可见之前川普打的那通电话，看起来讲的东西并不在高市早苗预期的范围，恐怕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还希望跟川普再次的会晤。那当然那要投川普的欢心嘛。5500亿这件事情，可能就要看看川普要的，就要迎合他吼。
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将在华府召开了首场5500亿美元投资咨询会议。好，什么是第一波的评估项目呢？就是能源计划。好，那日本虽然保有是否对个别计划出资的选择权，但是如果现在这状态拒绝美国的话，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就会触发一些惩罚的条款，而且可能还会面临川普政府更高的关税。看来高市早苗在这一次这个5500亿的投资案，美国说什么也就只能吞了。好，那也要因应扩大到 GDP 2%的军费，日本执政联盟说2027年开始他们就要调高所得税。好，那他们就是正在研拟的就是2027年的这个调高所得税的计划。但是国内已经有声音了说这个国防上面究竟能依赖美国多深呢？川普要求日本分担更多的驻日美军基地的相关费用，而且讨论将在2027年3月到期的驻军经费要有一个分担的新协议。好，那目前日本每年平均支付大概是2110亿日元。好，所以接下来可见还会更多，这个日本看起来也会要吞了。好，那驻日的美陆战队无人机竞赛也强化了自主系统的应用能力，甚至美国重启了冲绳这个伊江岛的辅助机场实施散训。看来确实这美日同盟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在美国现在要更多东西，日本恐怕也不能说不。好，因为他现在跟中国关系非常的紧张。好，那相关的日本的部分，我们先问雷倩委员。我觉得我们当然美日同盟没有问题，问题是它所针对的是哪一个对象。如果我们今天看到高市早苗，他似乎在言语上面有所缓和，但是同一时间，日本的军方的各种的备战，包含了他从军费到军武，一直到军事的情监侦，就是情报监察跟侦查的部分呢，都在持续的布局，而且这些持续布局仍旧是在第一岛链，那显而易见的针对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今天高市之所以在言语上面有一些缓和，不能够说是他的立场的转变，因为他的立场从他从政以来似乎都没有转变，但是的确是形势比人强，因为中国大陆的反应比他们原先预想的要强非常多。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反应是非常直接的。我们不单是看到中国大陆的百舰齐发的这个沿海的军演，同时你也看到中俄两个航空机队的联合演训。他们中间呢，尤其是我们看到从这个大东这边往北移的部分，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会让军事专家，尤其是日本的军事专家，知道他已经现在没有后方，他也没有东京可保卫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国家战略的角度，虽然日本现在他自己称他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但是他最高的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就是 NSS， 就像美国最近才刚刚发布的。中间呢，它会有一个防卫计划的大纲，最底下的一层呢，就是 ISR 就是它的情报啦、情侦监这些部分。它不光是在 NSS 这地方没有动，它情侦监的地方呢，也持续的是在琉球、先烈诸岛这边持续的布局，也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针对性是一点都没有减缓。所以今天我认为两个国家中间的态势可能会有暂时的移转或者是和缓，但是它长期的紧张跟对峙呢，其实没有修正的可能性。今天只要日本的高市没有正确全面的修正他的说法，并且承认2次世界大战之后给日本划定的国际秩序里面它应有的范围，如果没有留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日本就持续会是2战之后秩序的破坏者。而这个破坏者，当然美国撑不撑他的腰非常的关键，难怪高市现在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再确认一次特朗普究竟对他是什么态度。好，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关心嘛，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纷争情绪恐怕非常难解，有可能长达到2年或是3年，因为之前钓鱼岛事件是到了2年他们的关系才和缓。好，我们接下来问谢大使。其实钓鱼岛那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严重，因为中国大陆当时钓鱼岛并没有让他驻联合国大使连发2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而且明确指出来日本的意图跟日本的这些作为的意涵。那这个傅聪的信里面他讲，这是日本战后首次用
武力威胁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啊，在台湾问题上首次使用所谓的这个存立事件，然后要动用这个集体自卫权，这个是动武的一种威胁，做武力威胁威胁使用武力。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有人说2年，这要完全看高市早苗他未来的政治前景，跟他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做出令中国大陆能够接受的一些举措。目前为止的话，中国大陆认为他是怎么样？他是提油救火，而且毫无诚意，毫无诚意。而且他中间还错误引用了这个中国大陆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个旧金山合约。然后最近的2次发言。中国大陆也都是立刻加以驳斥，尤其他这个讲到说这个台海的问题要透过和平对话解决，人家都讲说这个台海问题和平对话解决，各国的讲的是由台海双方由台湾海峡两边来共同用和平对话解决。可是高市早苗把这个台海双方把它认为是刻意把它忽略掉了。好像台海的问题要日本跟中国来和平对话解决，那中国大陆的回应立刻就说，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人无权自舵。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不晓得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他事实上他目前的为止除了他这个反省说之外，其他都是火上加油。那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做法会做一个全面性，而且持续性。而且会不断加强的一个日中关系的降格降等的一个工作。那这次就变成就是说日本方面对美国感到非常的这个挫折我看已经各种的不同的说法已经都出来，用语很多，有说感到沮丧，有人说感到失望，还有人说感到恐惧。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用岸田文雄的话。岸田文雄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对这件事情，他特别表示说他很忧心。为什么很忧心？他说这件事情，美国政府到现在没有做出任何强力的表态，而且呢，他说这个记者在问这个白宫这个发言人李维特是等于川普的分身了，他讲话非常有权威性那他的回答。李维特他特别讲，他是引述川普他说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应该维持与日本非常强固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应该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实务关系。所以呢，这个解读就变成岸田文雄说，他说这个看起来美国政府对目前这个事情是采取平衡的做法。他说可是我们日本跟美国是有攻守同盟条约的，是属于盟国，那中国大陆跟美国并非盟国，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用这种平衡的手段来评述，在这个问题上用一个平衡手段站在中间，那他认为令他非常非常的担忧。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那我觉得现在美国也没讲清楚，不过美国基本上是没有替高市早苗做一点事。高市早苗说我要跟川普面谈，美国也没有回应。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高市早苗会越来越觉得情势对他并不是那么有利。好，因为这个川普就是以自身利益为主了，他明年有一件大事要去北京要跟习近平见面的。教授，我们当然在这里对高市早苗的发言是有所批判亚洲国家其实也都有所质疑了，有一些地方是批评的很直接，有一些其实是在观察抱的质疑的眼光。但是他在日本内部是很人气民调现在还是在60、65以上，最高的时候来到75。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非常的擅长剧场政治，而且会懂得民意的操作，然后呢，身段真的是，也许因为是第一位女性首相，她可以很柔软、很低调，鞠躬90度，也可以很坚定，因为她是一直保守右翼的政治人物，30多年来她的立场都没有变过。
所以他的讲话也得到保守派右翼的支持。媒体也在看他其他方面经济内政的发言，软的软，硬的硬。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是有点低估他，那现在呢，他会在位一段时间。我的解读就是上来，特别从台湾有事到雷达照射，到现在美日关系、中日关系的这样这个变化，我觉得他简单的讲，在做右翼冲撞，他在做冲撞，但配合他的剧场表演政治，配合他的身段，配合他的坚定的信念，以及支持者高民意，他第一个在冲撞日本的安保政策。你看，过去450亿美元的预算，明年3月就变成900亿，倍增，买这么多东西，还是没有人要当自卫队啊，那只好买更多的武器。然后呢，他在冲撞台湾问题的处理，不要回避。我觉得日本对这个问题是有意见，虽然他现在改为是说希望和平解决，这也是一个态度啊。然后他并没有收回那个台湾有事的发言呢。他第三个在冲撞，他在冲撞中国的军事发展，因为他觉得这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我觉得在日本这边是很能够接受的哦。你要换个角度而言，你看到这一次的中俄联合巡航以及辽宁舰，不管这个雷射照射，那个小泉进次郎是荒唐到极点，清晨2点钟开记者会啊，打仗了吗？飞机掉下来了吗？地震了吗？通通没有，我们被雷达照射啊，没有人听懂是什么意思，还不如中国大陆公布那个录音档，大家都听懂了。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他在冲撞中国军事威胁，然后日本因为感觉到威胁生命存亡危机事态，其他的理智都先放一边。我看到了比较中性的、比较和平主义的一些言论，现在都比较淡化一点。这是日本人的个性。现在当然关键就是美国对他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啊，他很害怕。中国在经济上持续的再去抵制他，所以这两个问题川普和经济是他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如果明年上半年川普跟他继续保持距离，因为要去北京；如果明年上半年日本经济持续的低迷，我觉得高市就面临到最大的考验，他的支持率可能就会每况愈下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现在着眼于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明年4月要到北京来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当然不希望有人搞砸他的事情那现在看到美中关系确实有和缓，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国防高官他们在华府会谈。好，五角大厦就说这是为了维护战略的稳定。好，美国国防部的主管中国还有台湾跟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史密斯，然后呢在华府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叶江，他们举行了第19届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那这是川普在第2任期美中首次举行相关的例行防务会谈所以大家也认为蛮重要的，因为是首次。好，那美国的国防部副部助理部长史密斯认为说这美国的国防部支持跟中国解放军来进行更广泛的军事沟通，要维护的就是战略稳定，也要加强危机去冲突跟降温来进行管理。好，有见面有沟通都是好事因为避免有些冲突是会发生。好，那美中的角力还是存在着，看到就川普重返白宫之后，还是希望能排除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所以就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中方现在要求这个最大航运国际中远海运在一项由贝莱德领军的港口收购案当中取得控股权，否则就会出手来阻止交易。那白宫这边的回应说无法接受中国掌控巴拿马运河，说不仅违反了美国跟巴拿马条约，
甚至也危及到了美国的国安还有经济安全。好，所以各方角力之下，现在这个交易已经陷入了僵局。所以美中当然在军事上面有见面是好事，但是私下也有很多地方正在角力当中。那更何况美国这边也希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们最近美国智库有在研究中国接下来70后官员是不是会改写北京的路线呢？就说因为2026年是成为中国政治还有对外路线的一个关键转捩点。好，那不仅牵动了是美中关系跟科技的发展，那也因为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官员会大量的出任省级的领导职务，所以会逐渐的接棒权力的核心。所以美国智库正在积极的研究当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也是持续观察。但是美国现在很担心中国大陆的木马屠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Intel 他们遭到共和党议员质疑说有危害国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正在评估有一家跟中国密切相关的，而且旗下部分单位还曾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设备商，他们所产生的晶片制造工具用于 Intel 最先进的制程。好，这件事情引发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甚至国会议员相当的跳脚好，那美国国会甚至现在也说中国大陆是以科学合作为名再把美国机密的技术转移到他们的军方，那这当然不得了所以他们就有说中国是正利用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科研合作项目，他们是将了敏感的核子技术跟具有经济还有国安价值的创新成果，那为解放军提供了相关技术还有情报，就希望他们美国自己的政府部门要特别注意这些状况。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世代而且马上就希望能够超英赶美。好，所以呢，路透就说了，中国科学家已经在打造出一个能够生产尖端晶片的机器原型。那北京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在2028年前要使用这台原型机生产出可用的晶片，而且在2025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了测试的阶段。好，所以他们中国的国产 EUV 原型机正在测试当中。好，那要测试离真的要开始有一些状况或是有一些成果，那很多人就觉得当然是不远了，至少有在进行。好，那美国的科技企业也不断的增加对资料中心的投资，那希望能够提供 AI 技术发展所需要的算力。那电力基础的设施老化、输电线路的建设缓慢等问题，其实也正在拖累美国的资料中心设备。那《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美国在这几年对电力的变压器的需求是激增，那变压器的工厂积压了很多大量的订单，但是技术工人短缺，让美国的电网扩容的进程其实遭遇到瓶颈。那现在到底全球最大的电网在哪里呢？好，说在内蒙古，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电网。2021年到2024年期间，不好意思，是2010年到2024年期间，中国的发电量增幅超过了世界的其他地区总额。好，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的发电这个能力对比起来，中国是直接往上冲。好，所以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则说，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电力来运行海量的 AI 晶片。那 OpenAI 则说，美中之间其实存在的是电力的鸿沟。那如果接下来要做 AI 的部分，电就很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其实更有底气来持续的进行 AI 产业的发展。好，我们首先问介大使。我想就是说，在科技上面的竞争事实上的话，就以现在在 AI 这个晶片上领先的这个 NVIDIA 的董事长黄仁勋的讲法说他讲过2次。他第一次人家这个访问的时候，公开访问说，现在中国大陆 AI 的芯片跟美国差距多少？他说秒奈米。他意思说根本就已经并驾齐驱了。可是他第2次，他随后又讲过1次，大概中间隔了3个月，他说差6个月，6个月。那最近他做一个演讲其实我们刚刚讲6个月只是芯片只是芯片，因为黄仁勋他讲这个有关 AI 产业的5个层面。
这5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电力，就是能源的部分，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料中心啊，它需要大量的电力，对，所以现在美国以前美国有个3里岛的这个核能事件，当时这个核能事故害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3里岛的核能电厂3个都通通停了，其实只有1个出问题，另外2个没有出问题。现在听说美国要重新开启，然后把这些电厂直接给谁？直接给这个芯片公司，直接给 Intel， 直接给美国制造芯片的公司，因为他们缺乏电力。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什么？就是芯片制造跟这个系统。第3个黄仁勋讲就是所谓的基础工程，这是相关的，你的建厂的能力，你的还有就是说你的相关厂房的这个建造的能力，还有因为这些厂房建造也不是随便可以做的哦，你很多厂房要做无尘工厂。事实上，能做无尘工厂，我们台湾有3家非常强，股票也涨得很快。华为到我们台积电出去盖厂都要找这几家的。哎，你美国盖也要找这几家，这就是所谓的 infrastructure。另外还有就要讲到什么？他要讲到所谓的 AI 大模型。AI 大模型就是算法，它不是算力。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应用程式，也就是说你 AI 你最后你要应用。你是自动驾驶的应用呢，还是医疗远距医疗呢，还是做什么这种各种的应用？这5点，事实上看起来美国领先的好像就是有晶片生产部分哦，其他部分好像都还没有什么领先。因为黄仁勋他做了一个很出际，他在这个演讲里面讲说，他说美国的中国大陆的电力供应是美国的2倍。所以你基本上你要大的资料中心的话，你没有电力你也建立不起来，你光有晶片，所以这个是个整体的。所以今天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竞争上，美国是尽全力在跟中国大陆这个。可是问题现在你看5个层面里面，美国看起来只有芯片制造，而芯片制造最近黄仁勋得到美国总统特许给他卖 H200， 中国大陆到目前没有说要买，还在检讨当中。可见你黄仁勋的它上面还有一集第2集的产品，中国大陆不见得现在需要，你就知道双方差距很近了。好，那差距这么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因为黄仁勋其实是蛮紧张的哦，雷倩。对，其实刚才大使讲了，就是说，如果你单点从芯片看的时候呢，美国即使在 AI 中间还有一些领先优势，但是现在中美2国在比的是360度的全方位的国力竞赛。尤其是在工业制造科研方面呢，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如果你看到他12月14号在14.5的收官的会议里面，他简单的就总结了2件事情，就是上天入地下海这些呢的科研的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并且他让实践去证明呢，美国已经不可能有办法卡住中国的脖子，不可能有卡得住。但另外，他同时在那种国际场域上面，关税跟贸易战上面呢，也用我记得大家都记得，他一开始就说不贵啊，从头开始就奉陪到底的不贵呢，中国就用从容志气，这是习近平先生讲的，用展现了自己的志气、骨气跟底气。那这个志气、骨气跟底气，当然最后面是那个硬核实力。所以，如果你今天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方向，譬如说你在空天，你在深海，你在任何的科研的部分，你只要涉及到了具体实际的制造，那么其实中国大陆都跟美国呢已经有一段距离。更何况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在军事那个部分，光是今年5种新型的军机就1、2、3、4、5，就像井喷似的，让你看到过去中国大陆时常用厚积薄发、小步慢跑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说我慢慢的来展现出我的深厚的研究的底气。但是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井喷式的，非常快速的，无论是海军、空军、陆军，都在非常快速的重新布局的时候，它也有全新的战场的设计跟战场的因应。所以无论是美日，无论你要用外交、军事、经济、金融任何一个方式想要跟中国大陆现在在做对抗的时候，你已经会碰到一个等量齐观的对手。而在这个时候呢，我回头讲一下日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日本最近调升了它的利率。这个从
很低很低调到0.5呢，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因为世界上至少有4到5兆美元的日元，它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的衍生性商品的操作，大概有20兆美元在世界上跑动。那如果日元的利率修改了，这些东西的流动性变了，它会影响到各国的债市、股市，也会影响到币圈。好，我们接下来问永明教授怎么看？过去这20年呢，中国威胁论大概是西方看待中国发展、崛起、挑战最核心的主轴，可能是对大国的权力关系的威胁，可能是对世界经济、贸易甚至金融的威胁，也可能是对地缘政治甚至军事武力的威胁。那可是就中间延伸出来，像是中国崩溃论，就老早已经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预测中国的崩溃，但中国不断的成长，成长到今年1到11月，历史上出现第一个顺差来超过1兆美元的国家。贸易的顺差，我的出口减上我的进口，可是中国的进口并没有减少，虽然增加不多，但是相较于2024还是增加0.6%，所以它的出口大幅的增长，因此它的制造业现在占全球大概30%的制造业的总值。美国现在只剩下17%，这《纽约时报》讲的。然后呢，稀土、电动车，那清洁能源，那还有机器人，还有700种制药的商品。所以，就是前天16号，美国的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美国要放弃战胜中国的想法了。美国现在正在放弃战胜中国的想法。你看看他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他不再做世界警察了。没有什么泛美这个掌控全球了，那要你第一岛链自求多福自救，然后呢，他要开始做战略收缩，我把它叫做守势这个现实主义，就回到你自己的地盘势力范围，把你自己再扎根做好，进一步呢，在这个地盘范围之内排除中国，怎么排除？这个研究人员排除，然后呢，商品排除，华为啊，电动车都把它排除。连大疆无人机都把它排除，然后系和平联盟这个 AI 竞争的过程当中，整个从供应链到技术要排除中国的因素，那把自己给做好，其实是等待下一步跟中国继续在竞争，继续在战胜中国的准备。美国西方不会真的就认输，他只不过是在转战他自己本身，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他自己本身面临到许多的问题，可是他还是全球这个经贸的第一位啊，他还是全球750个军事基地啊，他还是整个美元霸权支付系统的主导啊。不要忘记，他还有33个多个国家地区是他强力的承盟支持者，所以也不要小看。我觉得川普现在反而展现比较成熟的战略，转战耕耘自己的地盘跟势力范围。跟中国大陆维持G2的这个互动关系，但关键就看中国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成长，在内部经济、对外的关系，以及在地缘政治到所有的科技跟经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发表了一场全国的演说，好，已经结束了。他讲了18分钟，好，里头也说他自己结束了8场的战争，那也再度夸自己的经济施政相当良好。但是我觉得他最大心魔还是拜登。一轮之前就曾经讲过，因为他到哪里都要批评拜登。他说他今年重返白宫时接手的是个烂摊子，也就是因为在拜登领导之下，美国没有受到重视。但在他的执政期间美国赢得了尊重跟钦佩。
过去11个月里，我为华府带来了积极变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的政府都很多。他说他是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点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啊，重回白宫未满1年，但是他的民调现在已经非常的不好啦。好，川普的民调啊仍然在低谷徘徊，选民对他处理经济的满意度降到了新低，那已逐步的从不可挑战强人转为跛脚的领袖。好，那川普之前不是自评自己的经济是 A 加++++++ plus 5次 plus 他说诺贝尔奖得主却打脸他，说没有，美国的经济真的已经进入到了衰退的前期。这是谁呢？他是克鲁曼。他说，依照美国11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就业人数虽然没有到坠崖，但是就业成长非常的疲弱，所以已经是一个衰退前期。那就业数据已经疲弱到可认真的担忧衰退即将来临好，那年轻人确实非常的崩溃，那就看到啊，联邦政府高达38兆美元的借贷轨迹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代际财政失衡。那最终将使年轻一代跟后代背负更高的利息支付，面临更缓慢的经济还有收入增长，而且为未来严苛的税收或是支出调整要承担更巨大的重担。好，不过现在马上要期中选举了，美国这边共和党最希望谁出来呢？当然就是金主啊，所以谁又回来了？马斯克又回来啦，不是跟川普撕破脸吗？结果现在破镜重圆了，他归队了啊，开出了巨额支票，说要帮助共和党人赢得明年的国会选举，承诺他将在2026年的期中选举提供更多的资金。马斯克的表态支持大大提振了共和党人的士气。好，但问题是马斯克他最近 X 不是也被欧盟重罚1.4亿美元吗？那现在川普政府也扬言说要对欧洲公司采取报复的措施，点名的公司包含了有西门子跟 Spotify 等欧洲知名公司，也威胁这些欧洲公司可能会成为新的限制或是开罚的目标。那我们也在看到欧洲，就讲到马克宏，为什么呢？因为马克宏他最近看到这个脸书有一则报道说好像法国正在进行政变，所以他就联络表达关切，结果他也要求说这个脸书 Meta 要下架，结果 Meta 不理他，拒绝他所以看得出来了，现在马克宏他在很多的关系上面确实也是蛮跛脚的。好，那他说他主张在竞争与合作间重塑欧中的关系。那欧盟要去风险补竞争力，也要在现实当中维持跟中国开放但是有条件的合作。好，那讲到欧盟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来提提芬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歧视的问题这位芬兰小姐呢，她用眼睛眯眯眼的方式结果呢被人家认为有歧视，所以被罚了后冠。但是有右翼的议员这3位竟然 po 了模仿照片，是力挺这个芬兰小姐。哇，这件事情大条所以闹得芬兰的总理他叫欧尔波，他必须要来跟中韩日的民众道歉。他说种族主义跟歧视在芬兰真的没有立足之地。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就是川普的国会演说。我们一样先问雷倩委员。这次的演说，事实上跟他历来的演说都非常一致，就是川普是天上地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总统。那么天上地下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呢，有一些东西是无法确认的，譬如说他平息了8场战争，或者是经济好到加，这些呢，事实上你很难找到具体的实际的数字来支撑它。但是他这样的讲法呢，会让人家忽视到美国其实是有2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它的经济体系是非常虚空的，所以克鲁曼他主要的讲法就是它的经济的本身，他用的是非农就业。我们知道非农就业数字呢，现在慢慢已经展现到说，虽然你裁员的失业的人数的不是增加很快，但是你新增的就业工作呢，也不是增加很快，它产生了一个比较停滞型的经济体的状况，而且丧失工作的人时常是那些高薪的，过去在科技产业的，所以你有一些产业中间的替代，所以他简单的用了非农来解释。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从4月2号发动关税贸易战开始，就试图解决的就是美元作为信用货币无以为继的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在 Fed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美元跟利率的定价锚，接着呢，在稳定币的这一层呢是延伸的交易锚。跟最下面那一层就是影子货币，在欧洲银行啦、各种衍生性商品啊，这种信用杠杆的这3层中间呢，都其实各自都有它非常多的漏洞。也就是今天你如果要补破网的话，你挖东墙补不了西墙，而东墙西墙中间都各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所以今天我觉得川普也好像是一个在唱空城计的孔明，他用他自己了不起的伟大的成就呢，其实掩盖了美国经济上面绝对的实体经济的空虚。刚刚我们讲了，包含电力开始，也掩盖了在金融上面美元作为全球信用货币、储备货币的无以为继。好，我们接下来问介大使怎么看？其实川普的经济事实上在他1年的这个所谓的雷厉风行之下，事实上没有起色，老百姓没有感觉，你的物价没有变成便宜。那事实上就业呢，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美国这个2024年说丢掉了110万个工作职位这个都是蛮严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变成美国的国债呢也没停止，现在已经到了38兆了。那美国这个光这个税光这个利息就会占到它这个年度预算很大的一部分，越来越增加。那川普说这个承诺的，他说我等我们这个油价降到就是说这个一桶到22美元，20几块美元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油价会降多少我们汽油价，可到现在还是60几到70都没有降所以川普讲的都是说画的这个图像很美丽，可是呢都没有实现。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他的手上有几个工具那他认为万灵丹，第一个关税现在被证明是两面刃，很多美国的，尤其像 Krugman， 他是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大师那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你增加关税，最后转嫁到美国消费者，然后这个一定会增加什么？增加它的物价的上涨，不可能说没有反应的。那事实上也正好是如此。另外，他的这个好像这个 Mega 很喜欢的这个打击非法移民可是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变成他的 ICE 现在这个在美国很多不管是这个social media 还是正式网络，都看 ICE 的执法太粗暴了，有的时候小孩在场就把妈妈带走了，当场把妈妈小孩留在原地，所以这个东西有违反任何社会对于人的尊严跟权利的基本尊重。那他可能手法太激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把这个非法移民在美国为恶的这个程度形容到失真。大部分的美国非法移民在美国都在干嘛？做非法打工。然后呢，他在美国最基层的劳动里面，这个市场都是这些非法移民。真正去抢的、去杀的、做零元购的，里面所谓他形容的川普所谓那个非法移民比例不高。去做这些打砸抢在美国社会这些抢杀的这些人大部分是什么人？美国人很清楚大部分是在美国社会底层，他在这个社会是一种绝望处境，永无翻身余地的。这一些大部分是非主流的，很多非裔的比较为主。美国也没办法，美国的制度从来没有让他们翻身所以你今天硬是要说所有打砸抢，所有这些都是这些非法移民的话，这个不符合大部分美国人的常识跟他的生活经验。所以他这些东西基本上。他又把这些非法移民管道，他说现在没有一个进得来，没有一个进得来，你到时候谷子你的那个蔬菜在田地里熟的时候你那些德州什么州需要的那些临时的移工一个没有的时候，你这菜就烂在田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经济它是怎么讲呢？当局者迷，像我们是旁观者清，它的情况只会更严重。所以明年的真的选举的话。他真的现在看起来是对他不是很有利。对，大使摇头真的是感觉也危机重重。好，接下来问永明教授，川普1月20号就任
今年要结束了，他上来大力冲撞，五光十色，结果呢，越到后面发现到是虚张声势，后继无力了。他在12月15号，就3天前，他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他自己都有一点心虚了。他说明年的期中选举，共和党要加油。他今天做这个演讲，完全在自己壮胆。那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调，比较这1个月来1年来，那他的民调支持率其实只剩下42%，不支持率来到55%，甚至有的民调接近60%，呈现一个4-6的变化了。他刚上来的前几个月是6-4啊，然后呢，这里面特别西班牙这个拉丁美裔的掉了大概15%，独立选民掉了20%，年轻人18到29岁的，没有说美国人18岁投票，掉了12%。然后呢，大家对他这个政策重点都觉得搞错方向，74%的人认为是经济、物价，然后呢健保跟工作，结果呢他在做反移民、治安、外交、全球关税战，只有20%的人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他的手段，大家就质疑他，那个 ICE 到处抓人，那个学校不断去捕人，挡人，然后断这些就是补助。加州旧金山大学全世界最有名的天才数学家 Terence Tao 自己都必须要不断的上节目，要去募款，拜托政府支持他的数学研究计划，是美国基础研究的核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明年呢，他现在一开始马上开局，第一个，最高法院会判到底那个关税合不合宪？那第二个，那相关的这些法律案会追着他，然后呢，经济会开始出现这个状况。他当然这时候也运气好，他可以换一个就是联准会的主席。那但是你这种降息能够救多少呢？救的只是你有钱朋友们的口袋，而不是真正的物价上的商品的货架，或者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到最后他还是会检验，因为美国大概第一次上来这个总统的期中选举一定会输的。你说川普是第二任呢？对不起，他中间隔了一个拜登，然后他又太过于刺激整个美国经济。可是他现在的这个做法还有1年的时间了，因为明年是11月28号美国的期中选举，所以这1年时间他能不能救美国经济，他能不能把方向转对？我至少觉得他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方向是转对了，不要把精力再花的跟中国去斗。因为你没有办法短期战胜中国嘛，所以呢，你要回来顾你自己，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势力，把自己的地盘做好。可是他也喜欢去打那个委内瑞拉，那何必呢？打那委内瑞拉的万一不成功，你整个颜面尽失；你成功了又换得多少呢？所以大的战略的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去顾，他要顾眼前的经济工作然后呢，可是他理念上是 MAGA 的经济MAGA 的政策，所以他只好拿钱不断的来做补贴，撒币拜托别的国家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但是能够做得到吗？有多少效用呢？我们还有1年可以观察了。不过这1年，川普你看他会用什么方式来玩弄全球，然后我们又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呢？要付出多少的投资呢？台积电又要付出多少的投资呢？这都未知之数了。